张护卫，郭公公，咱家奉了太后的旨意，请老夫人前去叙话。老夫人已然安寝，请郭公公回禀太后，恕难奉诏。张护卫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此刻刚刚入夜不久，老夫人怎么可能已经入睡呢？郭公公有所不知，公孙先生正在替老夫人医治眼疾，最忌劳累，每日入夜既眠，从无例外。可是太后正在寝宫等候，张护卫务必请老夫人破例前往，否则咱家难以向太后交代呀。就算展某想帮公公的忙，恐怕也是无能为力。此话怎讲？公孙先生乃是以金针过血之术及开方施药双管齐下，为老夫人诊治眼疾。老夫人进宫之前已经服过药，时辰一到，自然成眠。如今若想唤醒老夫人，只怕是绝无可能。郭公公还是尽快回去禀奏，免得太后哭的。展护卫能否让咱家进去看看呢？郭公公到底要看什么？郭公公虽是晋升太监，并无男女之别，可是老夫人已经入睡，又何必前去打扰？除非你不相信展某。不，展护卫言重了，咱家是奉太后旨意而来，若不进去看看，如何向太后交代？说来说去，你还是不相信我吗？展护卫，见谅了啊！咱家今天是非看不可。展护卫，咱家可是奉太后的懿旨而来呀。展昭也是奉了皇上的口谕，留在此地照顾老夫人的。公公若想是闯过去，别忘了展某来自江湖，就他们几个，展某还不放在眼里。你想试试？公公，还是回去复命吧。倘若打算在此与展某耗下去，吃亏的恐怕还是公公你呢。张护卫，千万不要误会，咱家只是为了向太后有个交代。既然长护卫已经把话说明白了，咱家回禀太后就是。那好，公公请吧。好个大胆的展昭，竟然敢和哀家作对！也许他说的是实话。不可能！他们是做贼心虚，想躲开哀家，偏就让你躲不了。郭淮，奴婢在。随哀家一起去，看他敢不敢拦阻哀家。娘娘，请息怒，请听奴婢说几句话。你说，展昭他虽然从中作梗，但他的话多少总占个理字。皇上的确让他留下来照顾，至于是否真的吃了药沉睡不醒，这个谁都不能证实。娘娘您如果真的要去，恐怕也不能这样理直气壮啊。哼，这后宫是哀家的后宫，哀家不需要向任何人说理，惹恼了哀家就硬闯。娘娘，那就更使不得了。展昭在江湖上人称南侠，皇上又赐他为御猫。他的武功高强，谁也难敌呀。哼，难道他有3头6臂？哀家请后宫之力，就不信凭他一个人能应付得了？娘娘，这样如此一来，是不是就扰得人尽皆知？若是惊动了皇上，问明缘由，娘娘，
恐怕这就很难自圆其说了。娘娘，你无非是要弄清楚那虾婆的真正来历，其实这也不急于一时啊。只要是错过了今日，奴婢一定会明察暗访，定会尽释娘娘的心中之疑。若不是心虚，又何必躲哀家呢？他越是如此，越让哀家确信一定是他。娘娘，有些事情，也许经过20年会有所改变，可是有些事却永远不会变。哀家有办法证明究竟是不是他。娘娘指的是胎记，这与生俱来的记号，永远也变不了。姐姐这头秀发真漂亮，皇上见了一定会喜欢。女为悦己者容，我们作为女子，恐怕这一生花在梳妆打扮上的时间少不了。真不知道是信还是不信呢。哎，姐姐，嗯，你颈后的这个心形图案好美啊，是谁替你画的？傻妹妹，这不是画的，这是胎记。真巧，胎记能生成这么美的模样。可惜我自己都看不见。没关系的，姐姐看不着，就留给皇上看呗。妹妹，你看你又在取笑我了。那胎记生在后颈发根处，无论多少岁月，也不会让它消失。只是平日会被头发遮盖，难以察觉。娘娘是想从胎记上来证明她的身份？展昭占个理字，哀家也占个理字。就算是个虾婆，也得梳妆打扮才不失礼。展昭是男子，而他又双目失明，派人替他梳妆，谁也无话可说。是，奴婢一定派个手巧的宫娥去，一旦看清楚了，立即回禀娘娘。到那时你再来和哀家争辩，究竟是不是他？展护卫，你就出去歇会儿吧。我们梳妆打扮，你们男人看着岂不是没趣儿啊？展昭奉命陪伴老夫人，不敢稍有懈怠，打扰了老夫人，还请恕罪。你要是不嫌烦，就陪着吧。公公，怎么样？有，什么？你确定啊？确定。不可能啊！他明明早就死了。娘娘，奴婢真的亲眼看见他的尸首，他的确在20年前就死了。难道他又活过来了？那就让他再死一次。老夫人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走？去哪里？出宫回府。现在走合适吗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只有回到开封府衙，才能真正保得老夫人的安全。好，那就请展护卫带路。是。
奴婢在。立刻调集后宫所有人手，将厢房团团围住。哀家要亲自去揭开他的真实身份。是。娘娘，启禀娘娘，张护卫和老夫人已经出宫了。什么？你不是你们在厢房守着吗？你怎么会让他们走了呢？张夫人坚持要走，我奴才拦不住呀。你立刻去追，不能让他们离开后宫。是。启禀娘娘，包大人亲自带着人在宫外等候，已经把老夫人接回开封府了。啊？这。这个包拯！娘娘受惊了。幸亏有展护卫陪同，否则哀家怕真是出不了后宫了。展昭只是略尽本分而已。难道娘娘的真实身份被他们认出来了？其实他心中一直在怀疑，所以才会这样百般试探。不过哀家矢口否认，相信他也无法证实。娘娘虽然侥幸暂离虎口，但太后必定心中生疑。然而在陈琳抵达京城之前，还必须与他周旋。包拯除了会确保娘娘的安全之外，还请娘娘再做忍耐。哀家明白。宝卿，臣在。我今天遇见他了。娘娘是说皇上？不错，他的声音和蔼可亲，双手厚实温暖。如果有一天，当他知道我就是他的亲娘，娘娘请多做忍耐，终有一日，皇上会明白的。好，权杖包钦，为哀家平反。臣身为朝臣，义无反顾。原来这都是包拯在其中作梗。如果他不知道虾婆就是当年的李贵妃，又怎么会把她带回开封？可是他又何必要带着李贵妃去南清宫见八王爷呢？这个包拯他究竟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哼，不管包拯打算如何，哀家倒先要问你，20年前你奉旨验尸究竟是怎么验的？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当年奴婢的确是亲眼看见过尸体呀。原本预定在次日清晨运出宫去，交给开封府验尸安葬。可谁知道，当天晚上冷宫就起了大火。哎，不对呀，当年那场大火，它烧得也太凑巧了。哼，怎会不巧？尸体化为灰烬，仵作如何验尸？谁又能证实火场里留下的焦尸真是他？可是，那冷宫里的总管秦凤也烧死在里面啊。他总不会连自己的命也不要吧？哼，难说。可是，当年去执行先皇赐死令的是陈琳呢，他应该最清楚上吊身亡的是谁呀？除非，这根本就是陈琳的主意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为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知道了些什么。